当少年一家反应过来，便看到那狱宗老者痛苦地趴在地上，脑袋正被楚风用脚踩着，鲜血也正自其腹部的血窟窿向外狂涌。这少年一家更觉惊恐，一时间说不出话。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这位看着面善的客人竟比狱宗老者还要恐怖。不仅是实力，伤人之后竟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，显然早就习惯了这种行为。这不是简单的修武者，是一个手上沾染过无数鲜血、习惯了杀戮的狠人。虽不知道你是何人，但本尊乃狱宗的狱将，我狱宗诸位狱帅大人已经归来，他们的修为达到了尔等想象不到的地步，我狱宗就要一统修武界。你确定要与我狱宗为敌吗？狱宗老者知道自己遇到惹不起的人了，而抬出狱宗是他保命的机会。我不是早就与你狱宗为敌了吗？滋啦啦。此话说完，楚风周身雷霆闪烁。楚风能轻易击败老者，是早就使用手段提升了修为，只是之前没有展露，此刻一经展露，额头的雷纹、周身的铠甲、背后的羽翼皆是浮现而出，宛如雷霆之神立于院落之中。但相比于那绚丽强大的9色雷霆，院内之人以及天际之上的石墨都将目光锁定在了楚风的脸上，因为伴随9色雷霆一同浮现的还有楚风的真容。这位竟然是……看到楚风的脸庞，少年一家都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尤其是少年的大哥，他的眼睛瞪得和牛一样大，那夸张的表情如同看到了神灵。你是楚风？就连那狱宗老者再度开口，语气也变了，他没了之前的硬气，说话都是颤音。他其实早就跟随狱宗见过楚风，也知道楚风的手段，既然对手是楚风，那他怕是没有活路可走了，只得于心中骂上一句：真他娘的倒霉！刷。而此时封锁结界解除，是那石墨。他发现是楚风在这里，且那位狱宗老者都不是楚风的对手，便快速地向远处逃遁而去。可楚风探手一抓，磅礴的吸力便将他笼罩，直接吸到了院子中，如死狗一般摔在地上。但他立刻爬起，跪着走到楚风面前。楚风，误会，这是误会啊！其实我是神体天府之人，我只是被这狱宗之人挟持了而已。那石墨以双手捧着一物送到楚风面前，那是神体天府的令牌。可那石墨此话一出，还不待楚风说话，那狱宗老者便怒斥起来：大胆石墨，为了保命竟敢不承认狱宗之人身份，你罪该万死！闭嘴，你闭嘴！我就是神体天府的人，我和狱宗没关系。楚风，我是神体天府的人啊，王强也是神体天府的人，他不是你兄弟吗？你不能杀我！石墨说话之时，鼻涕眼泪都流了下来，他是真的怕死。楚风拿过他的令牌，不仅是真的，且这道令牌还刻着石墨的名字。看来你是狱宗打入神体天府的奸细了。楚风此话说完，探手一抓，一股吸力再度涌现，将那石墨和狱宗的老者全部吸入到了掌心的空间世界之中。旋即，楚风来到高空之上。楚风，那是楚风，快看，是楚风大人，是楚风大人救了我们吗？我们得救了。看到楚风，所有人似乎明白为何那要命的痛苦感觉忽然停止了，必然是楚风救了他们。毕竟楚风的传闻很多，但却少有负面的，大家心中都觉得楚风是一个正义之人。何况楚风和狱宗本就有过节，狱宗之人遇到楚风，自然活不成。诸位，你们体内被狱宗之人种下了毒物，配合我这阵法才能解毒。楚风说话间，掌心之中又有阵法浮现，将整座城池都吸入其中。楚风转身离开了此地，到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后，掌心摊开，那座城池以原貌落在了大地之上。多谢楚风大人救命之恩。这一刻，城内之人皆是整齐跪在城池之中，他们能感觉到体内诡异气息都被楚风驱散掉，是真的得救了。别在这座城内生活了，换个地方吧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也不管那些人究竟是何打算，便飞落而下，来到了少年一家所在的院子。他们一家人也如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。楚风大袖一挥，不仅使得他们一家搀扶了起来，一重奇异的力量还覆盖了在他们的身上，融入体内。不仅爷爷的寿命的延长，爸爸的病也已痊愈，甚至就连修为都或多或少的得到了提升。因为楚风帮他们全家重塑了血脉，这能让他们修武之路走得更远。一家人此刻皆是热泪盈眶，他们都能感觉到身体的改变。楚风则是随手一握，结界之力呈现，浓缩，一个卷轴出现在了手中。楚风将卷轴递到少年面前，这个保命手段是真的。少年顺手接过，是下意识的，他已经说不出话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一切是如此的梦幻，让他分不清是真实发生，还是身在梦中。倒是他大哥开口了，语气之中难掩激动，却也充斥着谨慎。我不是做梦吧？
您真是楚风大人吗？是我，这次不用改名字了吧？楚风笑道。不用，当然不用，您就是楚风本尊啊，您还改什么？我的老天爷，我竟然得到了楚风大人的指点，难怪我能那么快就掌握那么强的武技。少年的大哥激动的落泪，少年的父母激动的说不出话。少年倒是缓过来一些，手握卷轴盯着楚风傻笑。所以说，好人真的会有好报，好人真的会有好报啊！少年爷爷哭泣，但却面带笑容，有种付出多年总算见到回报的幸福。前辈，这可不一定。可楚风的话却给少年的爷爷泼了一盆冷水，使得少年的爷爷顿时僵住了。旋即，楚风看向了少年，不要迷信什么，做好人一定会有好报。可以做好人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但不要做烂好人。要会分辨什么人可以帮，什么人不可以帮。但在帮人之前，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记住，爱人先爱己。楚风说话间，又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少年。这是买你们家花茶的钱，好好照顾你的家人，不要再让你爷爷的悲剧重演了。话罢，楚风便离开了此地。而打开乾坤袋，少年一家目瞪口呆，那里面武技、玄功、符纸阵法、修武资源应有尽有，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宝藏。但他们却不知，这对于楚风而言，连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都算不上，可却也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财富。楚风并未走远，就在城池上空，他进入了他自己布置的阵法空间中。狱宗那两位皆被困在这里。说吧，祖武戒宗的遗迹是不是你狱宗做的？楚风问道。是。石墨立刻道。石墨，你大胆，再敢泄露我狱宗秘密半句，老夫立刻炼了你！狱宗老者怒斥。楚风随手一挥，便封住了那狱宗老者的嘴巴，使其无法言语。为何要这样做？楚风对石墨继续问道。我不知道。石墨却摇了摇头。不知道？你是非要我动手是吗？楚风说话间，掌心握紧，一把造型奇特、满是尖刺，如仙人掌一般的长剑便出现在了手中。那可不是寻常的剑，它名为刑罚之剑，是一种刑罚宝物，乃是楚风自天剑圣功所得。这把剑蕴含毒素，能放大人的感官神经，再加上那些尖刺，入体之后能够变化，据说非常人所能忍受。楚风大人，我真不知道。你问他，他知道。他可是我狱宗的魔字玉江，他一定知道。石墨看到那把剑便慌得不行，将手指向了狱宗老者。可楚风还是一剑刺入了石墨的身体，石墨立刻痛得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口歪眼斜，就好像快要痛死了一样。楚风见状，赶忙将那刑罚之剑拔出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。石墨再度开口，不仅十分虚弱，还十分委屈，恐惧的目光一直盯着楚风手中的刑罚之剑，生怕楚风再向他刺来。眼见着石墨是真的什么都不知晓，楚风大袖一挥，那封住了狱宗老者的手段消失。但得以重新说话后，那狱宗老者却是轻蔑一笑。老夫当年可是追随狱主大人征战过的，生是狱宗的人，死是狱宗的鬼。你想从老夫口中得知我狱宗的秘？狱宗老者话未说完，那把刑罚之剑便刺入了老者的身体。狱宗老者的嘴立刻就闭上了，但很快又张开了，发出了无比凄厉的惨叫。是七界圣斧，是七界圣斧，快拔出去，把这鬼东西拔出去！他一边哀嚎，一边大声呼喊，根本承受不住楚风这刑罚之剑的折磨。七界圣斧，只是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楚风却感觉有些诧异。狱宗和七界圣斧竟联系到了一起。于是楚风将那刑罚之剑拔出后，便问道：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经过狱宗老者讲述，楚风也终于得知了缘由，竟是七界圣斧想与狱宗合作，但具体合作内容他也不知晓。那祖武戒宗遗迹如今在哪？楚风问。这个我知道，我可以为你带路。狱宗老者说话之时战战兢兢，全然没了之前的硬气。楚风微微点头，旋即看向石墨。那你没用了。不待石墨说话，楚风一剑挥出，便将石墨斩杀。本源收入界灵空间给蛋蛋，宝物则直接被楚风收入自己的乾坤袋中。这一幕将那狱宗老者吓得够呛，赶忙道：楚风大人，你别杀我，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。你叫什么？楚风问。老夫叫做刘宽广。狱宗老者道。你暂时有用。楚风话罢便离开了此地。那狱宗老者依旧被困在空间阵法中，而那空间阵法就在楚风的体内。此刻楚风捏动法诀，伴随结界之力与肉身融合，楚风则是化作了那狱宗老者的模样。现在为我引路。楚风开口，他可直接与狱宗老者进行沟通。在那狱宗老者的指引下，
楚风也向祖武借踪遗迹，如今所在的方位行去。七界圣府深处的禁地内，一座遮天蔽日的磅礴大阵已被唤醒，阵法中央站立的乃是七界圣府府主界天然，而在阵法四周盘坐的也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角色，乃是代表七界圣府顶尖战力的圣级长老。36位圣级长老无一缺席，皆是在此。除圣级长老外，还有七界圣府林氏一脉的主人林氏之主。但除了以上这些人尽皆知的存在外，还有6个人。这6人皆是身穿黑色的界灵长袍，而在界灵长袍后方写着圣府隐司4个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他们的名字，分别是仙影、佛影、魔影、修影、妖影、兽影。圣府隐司也是七界圣府的部门，并且实力强大，都是七界圣府的精英，但他们只听从于界天然。而这7位以影为名之人，便是圣府隐司的7位首领。为何是7位首领，只来6个？只听闻7位首领之一的鬼影执行府主任务前往祖武天河后，便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总之，如今在这大阵之中的，便几乎是七界圣府最顶尖的强者们。眼下，大阵上方竟是一座悬于空中的金色湖泊，金色的湖水在空中盘旋，阵法映射下显得美轮美奂。但那并非简单的湖水，那是太古神水，是无比珍贵之物。每一滴都极其珍贵的太古神水，此刻却是如此之多。只不过这些太古神水也都与以往不同，竟是沸腾状态，是经过特殊凝练。阵凝伴随界天然法诀变化，那太古神水化作金色的攻势，分别向阵内除界天染外的众人冲击而去。伴随太古神水落下，阵法中的人皆是面露痛苦。如此力量，痛苦难免，但有我七界圣府大阵之力相助，定会成功。忍住。界天染凝声道。闻言，一众高手也不敢迟疑，皆是捏动法诀，硬抗那力量的融入。好在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太久，那磅礴的太古神水尽数被这些高手所吸收。府主大人，属下的修为。此刻，无论是灵氏之主，还是圣级长老，又或是圣府隐司中的6位首领，皆是满面狂喜。他们察觉到他们的修为有了不可思议的进步，他们如今皆是踏入了5品天龙界灵师之列。之前他们连触碰到天龙界灵师的门槛都很难，天龙似是他们此生无法到达的境界，还是界天然帮他们突破瓶颈，步入天龙，而现如今竟然踏入5品天龙。尽管界天然为了帮助他们提升修为，耗费了无数宝物，就连那珍贵的太古神水也几乎全部用在了他们身上，可他们还是感觉太过惊人了。毕竟据他们所知，界天然的修为也是5品天龙，能与府主拥有相同境界，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，可如今却成为了现实，自然欢喜。诸位，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们，此阵虽消耗诸多无价之宝，但你们如今的修为毕竟不是自己修炼所得，自然也是有代价的。界天染道。